大家好呀，我是云飞。去年我结婚的时候给自己买了一个苹果13 mini， 到如今也用了差不多1年了。而在这1年时间里，我的主力机是小米，但每天都会使用苹果。我想我应该可以来做一个分享，使用这么久下来体验如何？究竟是不是小屏爱好者的福音？点亮投币，记得关注。我来说说我的一些看法。我是一个曾经的小屏爱好者，苹果 SE 我买了2台，讲真，我是真的贼喜欢这个手感。我在购买苹果13 mini 的时候也是同样的想法，全面屏的小屏旗舰，这不是我一直幻想的东西吗？12 mini 没有下手，13 mini 这不得搞一台？所以就有了我们这一视频的故事。你说它好吗？是的，它很好，刘海全面屏，一流的手感，在使用过那么多安卓手机的情况下，你再回到苹果13 mini， 你会发现这也太小了吧，小到一只手就可以覆盖整个屏幕，而且它还是直屏。我买来的时候贴了一张光化膜，到现在还完好无缺。整机的质感也特别的好，不大，但是给你的感觉是沉甸甸的，很有料。带出去外面，不管是体积还是颜值都挺能打的。特别是对于我来说，我买它的一个原因就是把它当副机位使。在很多时候，我去架一个相机拍东西就会特别的麻烦，比如说开箱，比如说我去外面拍摄摄影的视频，或者说在生活中突然想记录一下，那么它就是得力的助手。可以很放心的，你不用去担心会不会过热，不用担心会不会掉帧，就这么一个小小的手机，可以拍摄 4K 60帧的杜比世界，而且只要你内存够，电量够，那么你就可以无需操心，直接录就好了，并且配合苹果的生态，可以直接投屏到笔记本上面进行监看，然后直接在这边调整，就特别方便啊，就可以直接在屏幕上看到嘛，这就是一个苹果生态的一个优势。虽然在拍摄过程中延迟会很高，到后面几乎就没有什么用，但确确实实在前期是好用的，对于构图的帮助非常大。而在日常的使用方面，它很小，但内里可是苹果强大的 A15，虽然是残血版，不过应对这些日常软件来说一点压力都没有。它是 mini， 但是各方面苹果强大的地方它依然很强大。它好在哪里？我简单总结一下：小屏，手感好，好看，拍摄视频能力很强，性能很强，日常使用没有问题。那么它不好在哪里呢？为什么大家好像都在说好，但实际的销量却不怎么样？甚至出了2代这样的小屏旗舰，苹果就在14代上面取消了。现在如果你想要小屏，苹果最新的依然是13 mini。我们接着来讲讲它没有那么好的点。而在这之前，如果你想要购买苹果13 mini， 建议可以去拼多多的百亿补贴看看。128G 只需要4229，比官网便宜了快500。现打开拼多多搜索88400，点击图片或者点击评论区的置顶链接，就能直达活动会场。拼多多百亿补贴，暑假大放价，各类目爆款，价格直向，超低价格强势来袭，方爽一下。除了苹果13 mini， 还有很多商品都比其他平台便宜很多。苹果13 128也只需要4499。比官网便宜了900块。新款的 iPhone 14系列有直降上千元的专属补贴，14 128G 只需要4829，性价比拉满，省下的钱都可以再买个 AirDots 了。价格低是因为百亿补贴的商品都是市场成本再减去官方的补贴，所以会便宜很多，而且都有品质险和假一赔十的保障。有想要换设备的，真的可以去百亿补贴看看，BB 价只要不到1分钟，但是同样的商品能再省好几百。首先，第一个感知明显的就是帧率，我们使用习惯了安卓的高刷，这点就是千元机的红米也有高刷了，这着实非常难受。当然，这不是 mini 的问题，毕竟只有苹果的 Pro 有高刷，13 mini 的续航在我看来问题不大，因为我经常在工作室充电，实在是无所谓，反正白天肯定是要充一回的。而且现在有了无线充，这个就更不是问题了。13 mini 在我看来最大的一个问题，其实还是软件的适配。现在软件的适配其实大部分都是等比例直接放大界面，就比如 B 站的首页来说，小米13 Ultra 的屏幕是那么大，按道理来说是会比13 mini 显示更多内容，但实际的情况是它们几乎是显示一样多的内容，这就意味着屏幕的大小并不会影响内容的多少，所以厂商们做内容的时候必然会按照大部分人使用的屏幕尺寸去做内容的排布，这无疑是大屏的天下。13 mini 上面的屏幕内容其实是从其他屏幕尺寸上面直接等比例缩小得到的，就意味着在大屏手机上操作很流畅的功能，在小屏上面的操作就会增加失误的概率，比如说点击按钮的操作，比如说打字的操作，这是阻碍我在日常使用苹果13 mini 的一大原因。因为使用的人少，所以我们得不到专门优化的 UI， 用的人会更少，这就恶性循环了，属于是。在这方面做的比较好的是微信，在不同的屏幕上，图标的大小基本上都是一致的。13 mini 可以显示8个联系人，13 Ultra 可以显示10个联系人。但另一大不使用苹果的原因也在微信上面，苹果的墓碑机制
它现在是可以比较及时的接收到消息，但是在进入微信的时候依然是需要加载，这点确实比不上安卓。对于一个喜欢真人来说，苹果也确实没有那么多软件可以安装，这也是一个很小的点。总的来说，小屏党现在如果要使用苹果13 mini， 除非你是真的很爱小屏，为了手感，为了小巧，可以接受这些软件上使用的不便利，那么你依然是可以的。不过我还是希望软件可以适配小屏，而不是单纯的缩小。对于拍摄方面来说，我是会很推荐你使用苹果13 mini 的，因为它天生的小巧，很多地方都可以很轻易的架设机位进行拍摄，而且性能可靠，拍摄也不含糊。但是如果你是要日常使用，我劝你还是要考虑考虑，因为确实在小屏的体验上不是那么的好，绝大部分都没有专门的优化，只是简单的缩小，在一块小屏上面操作起来就很费劲。这也是为什么大家老喊着小屏旗舰，那实际上并没有那么多人购买的原因，体验的差距是有的，而且感知明显。希望你可以在我的这个视频里面收获到那么一点点东西，可以帮助到你了解小屏的13 mini。记得打开拼多多搜索88400，或者点击评论区的链接。数码家电降价幅度是真的惊喜。我是云飞，如果大家在本期视频里面有所收获，请务必点赞投币支持，这会帮助我产出更多有意思的视频。要知道，你的支持就是我前进最大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